嗨，我是魏老板。这集要讲渣男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去知道渣男在想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你才能破解他啊，你才不会都只有自己在想什么，可是不知道渣男在想什么。这集是真的访问渣男朋友所写出来的访问实录，非常的辛辣跟非常的直接哦。女生听完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因为很多男生听完可能会直接拿去用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更小心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，女生如何保护自己，这集一定要把它看懂。访问了渣男之后，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，你们应该很清楚嘛。一开始认识女生就不是为了爱，而是为了性，所以他做的所有行为都会往这边推去。因为目的性非常的明确，所以他们知道要赶快把进度推到可以发生亲密关系的程度，所以他前面会赶进度。多赶呢？就是刚认识而已，他就会非常的甜言蜜语，然后非常的跳阶段这样，然后一直跟你说你很特别啊，我很爱你啊，我很喜欢你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渣男特别跟我说，大部分的女生因为都很缺乏自信，不然就是很少有这类的经验。然后因为大部分的直男嘴都很笨，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被甜言蜜语的公式攻过，所以只要你敢讲，根本就很容易得手。因为女生没有这个经验，大部分正常男生又不愿意这样做，对哦，渣男们就会哄得你心花怒放，因为我很愿意这样做啊，然后女生就很容易就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他说其实就超容易的。哇，因为他就是很会撩，因为他很敢撩嘛，反正撩不到就算，我就下一个啊，我又没所谓，不像直男会觉得这样好吗？会不会把他吓跑什么什么？他没有顾虑啊，所以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4大类型渣男这一集，跳阶段跳得很离谱，就是我们明明没有很熟，他就很夸张告白的，想要跟你结婚生小孩。这种你就会觉得奇怪，可是很多女生就是会被这种东西冲昏头，就一下就晕船了，就觉得他好爱我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说他想跟我生小孩什么的，后面就会乖乖听话，配合度超高，这渣男讲的哦，好渣哦，渣不渣？所以他说时间成本也是我的成本啊，如果你不快点晕船，那我就会赶快放弃你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吃饭看电影。理所当然。我有一个很好笑的经验，我有一次去唱歌，然后有个男生就我移动到哪，他就一直要坐在我旁边。后来他就问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不要去看夜景。”但是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我才18岁，我没有听出他的意思。我就想说看夜景好啊，我就约了一堆人，你还约了一堆人，大概10个吧。跟你讲说这个虾妹，我就觉得他的表情逐渐他就把一个那个全部支开。或者是通常有时候夜店大堆头就会说：“你想不想离开这里？”或者是你会不会觉得这边有点吵？这都是一个起手式，知道吗？不要想说对，真的有点吵，他就是想要把你支开去其他地方的嘛，想要独处嘛。好笑。渣男是不想花太多时间陪你慢慢铺陈的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有点抗拒，或者是讲很多甜言蜜语都不会晕的那一种，他也会赶快放弃你，因为他没有时间，他觉得这个太浪费我时间了，我只想赶快。你要记得，他没有要交女朋友，他是想要找人可以发生关系。那是谁他都 OK。渣男想的就是这个而已，他没有在想什么谈恋爱，谈恋爱只是让你误以为你在谈恋爱。可是渣男都不会不小心自己晕船哦，我一直很好奇。那就要看他有没有遇到段数比他高的。你觉得大野狼遇到小白兔他会晕船吗？不会。是吗？你是不是要遇到母野狼？这个势均力敌才可以吧？好不好？第二就是他说呢，约碰面会想要约可以直奔主题的地方，例如泡温泉啊，或是汽车旅馆啊，或是小旅行，可以过夜或可以合理发生关系的地方。然后渣男本人的说法是说，因为泡温泉就是一定要脱衣服嘛，一定要下去泡嘛，顶多你包个浴巾嘛，所以基本上愿意来的就没问题了。因为心里有他说你不知道，对啊，他说女生不知道要脱衣服下去泡吗？那你愿意跟我来这种局就是 OK 啦，不然的话根本就约不出来啊。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投资失利，他不会花了房费没得到他要的啦。他们是有成本概念。但是他说他遇过约汽车旅馆的时候，女生就说，可是约那边不是很奇怪吗？有点防备之心出来。他说没有啊，这边就只是适合方便约会、吃东西、看电影而已，因为他可以叫东西进去吃，我们也可以买外送进去吃，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看电影什么，就比较方便而已，不会吵这样而已啊。而且旁边就有按摩浴缸或者是那种造景池什么，就是很浪漫，你不觉得吗？浪漫吗？然后女生就信了，就 OK。他说女生只是需要听到一个说法他不是真的不来好像是什么意思？也知道是不是？就是都会小抗拒，叫说可是约那边会不会很怪，或者是去旅行过夜会不会很怪？就是如果我问他问题，他有给我一个答案，我就觉得好像你就会突破心中的疑虑。他说女生其实很好处理，或者是就会女生在那边说，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？或者是什么小旅行，可是只有另一个房间，会不会很奇怪？他说这种东西都不要太认真，你就是给他一个说法，他就会就过了。确定这一集是病人吗？我有点担心女生一定要注意，你是不是有这样？你是不是轻易的，其实就是没有底线。你本来觉得很奇怪，他随便给你一个说法，你就好吧。所以渣男很清楚知道女生没有底线，所以他就很敢讲、很敢问、很敢约，反正不来算啦。对啊，来了那你就是默认。然后我又问这个渣男说，所以那些本来刚开始不愿意来，后来去的女生后来怎么样？他说当然就处理起来了。我就说
我就说啊，那如果女生问你说啊，不是本来就说没有要干嘛吗？啊，你怎么还这样？好，你要怎么回答？那就说啊，没办法啊，就受到你的吸引啊，啊，你太诱人了啊，怎样？我也没办法啊。他真的好渣哦。对啊，他讲的准不准？专业，就是准你才觉得渣嘛。所以只要称赞说是你让我把持不住的，我本来也没有这样想的，可是看到你我就忍不住的时候，女生竟然很开心呢、那你会在夸奖他吗？觉得自己受到肯定，很特别，然后我很棒，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去觉得他怎么这样子。女生啊，头脑要清醒一点哦。没有预期的这个打算就不要去了。对，不要一路这样一直被洗脑，到后面觉得自己好像怪怪的。因为很多女生就是一路这样子，然后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干嘛，后面才觉得自己被渣了。但是我觉得通常会变得对我没有底线，是因为对这个男生有一点好感，可能肯定有好感啊，在刚刚前面1那里他撩你，那边你就晕了啊，对啊。后面想要确定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渣男就会开始闪避。他不会跟你确定关系，因为他没有要交女朋友，他干嘛要给你什么交代？不需要嘛，顶多又没有下一次而已，你就不出来而已嘛，就无所谓。他就下一个，对。可是他在不跟你确定关系的时候，他也可以继续约你，你还是会出来，那他就继续。哇，我不跟你确定关系，你还是会出来，那我干嘛？又中了，对。可是你逼着我要跟你确定关系，那我就放掉你。太烦了。哇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还有利用价值，我就会继续。啊，如果你一直要确定关系，那我就跟你 say goodbye。他们非常的有原则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清楚自己要干嘛，超级有原则，非常的渣。所以所谓的女生的这个底线问题跟发生的顺序问题，我的书里面有写，我有告诉大家女生怎么坚持底线，你才不会这样走到最后发现自己被渣了。这个章节真的大家读一下。好，第3点是渣男想省钱的时候，他就会约你家，因为他也不想要每次付旅馆的钱或温泉饭店的钱。他说呢，刚开始先装阔哈，约什么温泉饭店、小旅行、高级汽旅什么的，女生还可以在那边拍照，还很开心。好，1、2次熟了之后，就会约他家。哇，我说所以不会约你家，他说对，因为不能约在自己的住处，以免消失的时候他会来烦。啊，这都想到了，他好高招。当然啦、我之前不是有影片跟大家说，男女生刚开始约会，女生不要叫男生去你家接你，因为以免你不喜欢他，你要消失了他去你家烦你啊。对，可是女生都不会这样想，女生都很喜欢男生到家里接自己，送我回家。可是你看渣男一开始就不可以让他知道我家，以免纠缠不清，因为我是会消失的人，必须确保他找不到我。然后他说，通常女生在发生关系之后都很愿意配合，可以去他家。比方前面1、2次是在外面，后面就是可以去他家的，所以他很喜欢那种自己住外面的女生。所以如果你还住家里，他就觉得哎有点麻烦，就不能去你家。对他们开头可能都会先问说，你住家里吗？你自己跟你爸妈住吗？然后听到住家里就哦是哦，就知道说哎少了一个可以省钱的地方，所以你就对他来说是成本比较高的女生的。安全，他会把你一次又表把你列在那个高成本那里。然后他说女生通常只要发生关系之后，后面就很好约，甚至没约他还会自己来问。然后周末如果没约，就会一直来问说周末要见面吗？所以他说基本上后面就是会全部自己来约你。哇，这有公式哎。对啊。那第4个一定要创造工作很忙的形象给女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常常很忙，然后没时间没办法接电话，或常常出差好几天，都是正常的。他就不会那么常烦你，也不会那么想确认关系，然后也可以创造出因为我很忙，所以都是你要配合我的一个相处的逻辑。那要怎么分辨他是真忙还是假忙？他就是随时让你觉得他很忙，你从头到尾认识他，他都这样啊，你没有办法分辨啊。他先把人设搞好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创造了事业很成功的形象。那女生对你就会有一点点崇拜，就会觉得你好像是很成功、很有钱的男生嘛。然后也不会怀疑他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说这时候就可以跟女生说，我不喜欢那种很黏人、很不成熟的女生。哇，诈骗集团。然后女生就会检讨自己，觉得哦，我要成熟一点，不然他这么好条件的男生会看不上我，我太黏了。我一直追着他确认关系，好不成熟哦，成熟女生都不会这样。他说就处理掉了。我是这样被吹过来的。对，然后他会故意在女生面前说，如果很爱黏人，还得命追人扣，很爱一直要看手机的女生，我真的不行，这样我宁愿单身。他说他在约会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讲，然后女生就会不敢这样做，因为就觉得会被他甩掉，所以他一开始就会给你这种我不喜欢这种不成熟、很幼稚的女生的形象，但前提要先创造一个事业很成功、很忙的形象，你才会觉得哦，希望他看得上我。女生这一集一定要看懂，分享给你的闺蜜看，以免男生拿去用。这个男生真的不能看对，不能看这一集，很可怕。好，然后因为女生很怕被甩，尤其是在发生关系之后，女生会觉得我已经付出了，对，我这时候要是被你甩了，我就很不划算。女生会觉得自己吃亏，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就不会停损，会拼命的想抓住他。这就是一个心理，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你更要抓住他，不然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吃亏了，赔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他就会利用你这个心理，偶尔告诉你的一句啊，如果这样这么烦哦，我觉得你就会不没有不烦，要分手起手式，对，然后女生就会被他予取予求了。天哪！
哎，渣不渣？渣。好，然后我说，那如果他还是很介意，还是忍不住来管你呢？他说，那就开始避不见面，冷处理，约不出来，已读不回，或好久才读，哇，好坏，就冷处理。对，然后他说，如果他这样子就乖了，那就继续；如果这样还不乖，那就放手。天哪！我觉得那个女生一定很为什么女生要被这样子？大家是不是听了觉得好坏？可是大家先想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不被他这样，他扎得起来吗？打起来，就像他说的，你乖了我就继续。变大。那为什么你要乖了？还不是因为你想要，你想抓住他，不然你不会乖嘛，你就先消失了嘛。可是你看这么多女生愿意被他这样子，就表示女生太不懂得停损，跟太不想吃亏了，就觉得付出了前面的那1、2次，好像这个时候断掉就很吃亏。这个心态是女生最没有办法停损的心态，因为你就会吃更大的亏。但是女生就是没有停损的这条线，然后没有办法停损是因为前面没有底线。所以女生看到女生的轨迹没有底线，没有原则，轻易晕船，付出之后不愿意停损，怕吃亏，所以继续啪啪啪，你跟这个人就好几年，陷下去，哇天哪，是不是？好几年听起来对，所以如果一个男生不愿意跟你确定关系，他一副随时要消失的样子，你去要求他又说你这样子我会不喜欢你，基本上女生就要知道这一定有问题，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男女关系。那女生这时候不要自责，而且如果他这时候消失，女生也不要就觉得你看我就是一直要去追男生对我负责或什么的，我才被甩。男生就是不喜欢这样子，甚至有些女生会来劝你哦，你看女生就是不能这样子，女生这样子就会被甩，对吧？你在坚持你的底线或你的原则的时候，你的女生朋友会来跟你说，女生就是不要这样子，要懂得体谅她。体谅，就是在教育说女生变成小白兔给大野狼好好的随时享用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因为他的战友不是只有他，你的朋友也是他的战友。但其实明明这个男生从头到尾就没有要真心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一开始就讲啦，他要的只是发生关系，他没有要跟你有恋爱关系，从头到尾他就不是在恋爱，他就是把你放在小白兔的圈子里面随时吃而已。先晕船就输了，对吧？不是，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有好感是 OK 的，但是他的跳阶段，他的不合理开始约要很轻易可以发生亲密关系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所警觉啊，就会觉得不合理啊。或者是如果你是那种没关系，如果我很开心那也没有关系的女生，那至少你不会想着急着要确认关系，你会觉得就是你情我愿，你开心我也开心啊，可是我没有一定要把你当男朋友。那这种女生反而不会受伤，因为她不会追着要去说，可是我们都发生关系了，为什么还没有确认关系？她会觉得没有啊，就约会而已啊，我也没有要跟你定下来啊。这样的女生反而不是小白兔哦，她不会受伤哦。所以这集渣男实录是我们渣男的连载的第1集。如果大家还想知道渣男在想什么，我再去访问他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